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交通越来越方便了，互相走访也方便多了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过年的时候，走亲访友，图个开心，讨个吉利，最好别去一下几种人家串门，避免惹麻烦，讨个没趣。赶紧起来看看吧。一，瞧不起你的人，平时瞧不起你的人，如果你过年的时候还特意去拜访他，那么他就会说一些瞧不起你的话，让你很伤心。比如说，你提着礼物去拜访他，结果他不领情，反而嫌弃你给的礼物不贵重，说一些含沙射影的话。他说，我见过很多小气的人，也没有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，提着这些东西来拜年，还不如空着手来。一句话，让走访亲友的气氛顿时就没有了，彼此都很尴尬。当然只要你很尴尬，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留下来。一般来说，瞧不起你的人总是说一些打击你的话，不离贬低你。在医院上班的阿娟到省城参加半年的业务培训，闺蜜们都好生羡慕，阿娟却只是笑笑，告诉大家收获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，还有被种种瞧不起的辛酸。阿娟说，对于从乡镇卫生院来的自己，省城的医生和护士们根本不会正眼瞧一下。虽说是跟班学习，但一开始做的都是跑腿打杂的活，至于最要紧的临床技术，只能自己找机会，厚着脸皮跟实习的大学生后面侧耳倾听，跟随大部队，这种不被待见的感觉还时常可以被忽略。可一旦被安排参与值班，和固定的医生护士搭班，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就愈发明显。对于病情的讨论和研判，爱学习的阿娟总会仔细聆听，怕漏掉什么。可一旦她提出问题，大家都是故作高深地说一句，这个你们应该用不到吧。而他们一旦要向阿娟咨询关于农特产品的问题时，便像极了老师给小学生下指令，追根究底，还要求必须回答得漂亮。后来阿娟索性非必要不说话，非必要不打招呼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业务中去，在各项业务考核中不断刷新成绩，不仅让医院方面感到惊讶，更让自己增强了底气。新的一年你要崛起努力，再也不要被小人看不起。面对那些对自己不屑一顾的人，不如也当他们不存在，悄悄的努力，华丽的转身，就是对这份藐视最好的回应。逢人就诉苦的人，喜欢倒苦水的人应该很多。平日里别人向你倒苦水是信任你，你认真听他的话，可以让他的心情放松，也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可是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向往幸福，要学会忘记痛苦，点燃心中的希望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谁在家里都有不愉快的事情，这不一定要说出来，更不能给外人知道。如果你去了亲戚朋友家做客，一进门就听到了诉苦的声音，心情肯定会不好。如果主人喜欢抱怨人生，那么身上就会带着负能量，你和他在一起聚餐，也会被他的负能量感染。3，远离心穷的人。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心穷的人。老祖宗说，人穷不能志短，做人应该有骨气，再穷也要励志，通过劳动智慧让自己慢慢崛起，改变命运。只要心中有希望，脚下有路，哪有一辈子都穷的道理。亲戚朋友互相帮忙，穷人也很快就会翻身。但是心穷的人不仅家里没有钱，
内心也没有奋斗的想法。他和谁在一起，除了抱怨就是求别人帮忙。心穷的人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要是别人不帮忙，他就愤愤不平。可是你真的帮他介绍工作，他就会推三阻四，嫌弃这个工作太累，那个工资太低，误以为自己是千里马。过年的时候，你走到别人家，听到一些没有骨气的话，自己也会有灰心的想法。4. 喜欢在背后说你的坏话。一个人喜欢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，他内心存着2种想法，其一是你很优秀，又做到让他心生妒忌，所以他想借此来抹黑你；其二是他心里看不起你，觉得你的某些做法在他看来是很低级的行为，所以他会向别人吐槽他对你的看法。对于第一种想法，你无需理会他，正是因为他不够优秀，心胸狭窄，所以才会有此恶心，是他格局小的体现。而你的不与傻瓜论长短，是你大格局的表现。对于第二种想法，若是你本身真的让人觉得反感的行为，这是你自身的缘由，可以以此借鉴反省自己。若是他无故给你安上罪名，那么你此刻不必理会。5. 喜欢在你面前展示优越感的人。真正优秀的人是懂得自谦的人，他们不会在旁人面前展现他们自身的优越感，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摆在那里，无需他去传播。然而有一些人获得某一类成就就开始膨胀起来，表面上和你相处融洽，但是在言行中处处让你觉得你不如他。第一次展现自己的优越感，殊不知有时候高处不胜寒，一时的膨胀把自己架在高位之上，倘若掉价时，代价便可能是身败名裂。我们也许会瞧不起某一类人，但对于瞧不起某一个人这样的行为，且不论他对那个人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一种诋毁。陈道明说过，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，因为他曾经风光过。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，因为他们会爬起来。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。人生并不是一个标签便能定义某一个人，它是跌宕起伏的。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性，所以我们要遵守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要看不起旁人。同时碰到瞧不起自己的人，也不要因此而对他动怒，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事，忍他一时，待到几年后，一切看他。总之，你如果总是去以上几种家庭串门，久而久之，也会让你的积极心态受到影响，变得郁郁寡欢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，是人联络感情的纽带，而邻居朋友间相互串门走动，也是为了两家关系更加紧密。但前提是，我们懂得礼数是人心，否则做得太多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做人要看清别人，更要看清自己。做人谁都别瞧不起谁，你小看了别人，别人也看不起你。做人要内心有光，别藏污纳垢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